大家好，欢迎回到宋书新语。千呼万唤的戴博士的论文啊，终于出来了。那这次发的是中科院的语音本，archive 啊审的是太慢了，是不是他们过圣诞节了？他们说，那你说 LK99 这个话题啊，已经早过去了，你怎么还盯着它看呢？你要说从一般意义上说 ，LK99 的这个热度啊，实际上在8月底到9月份基本上就过去了啊，在普通老百姓里边早就过去了，在那些主流超导界啊比较传统的人里边也是一眼假也早过去了，但是在广大的科普爱好者，在其他对超导室温超导有浓厚兴趣的这个朋友这个心里边啊，还远远没有过去，这个迷雾啊远远没有解开，就是你锤 LK99。还没有锤死，你说他倒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在这个情况下呀，你看看戴博士这篇论文呢，又把这个热劲儿给掀起来了。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大家知道，在中科院语音版一般上传的论文下载量都是有限的，特别是刚上传的当天，几个小时内几十次、上百次撑死了。戴博士论文啊，已经下载了可能有上千次了，甚至更多。就说明啊，很多人还在盯着这个话题。这不仅仅是因为戴博士啊在网上之前直播过各方面，更因为就这一类的影响还存在啊，很多人都在盯着。今天啊，我们就来看一看戴博士论文讲了什么。那这里边啊，有的是我私下向郑凯戴博士请教，他告诉我的，也有的是我自己瞎猜的。他是导还是记，其实并不重要，我们先搞清楚论文说的是什么，对吧？这个最重要。我先看一下论文的内容。这是论文的标题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作者吧。作者呢，我们就不详说了啊，就是戴博士和他的朋友们啊，是不是可以这么概括呀？里边还有陈老师啊，这个 abstract 啊，说本研究啊，利用水热法以羟基磷灰石为前体合成了铜掺杂的铅磷灰石。为了稳定性呢，建议从这个 LK99 啊，就是铜掺杂铅磷灰石中铜的替代量控制在 x 等于2以下。那铜的引入啊，会适当的降低晶格常数，与 DFT 啊理论计算是一致的。那非平衡热处理呢，会引入额外的载流子，氧化退火会使样品呈顺磁性，而脱氧退火则导致复杂而独特的磁质回线。非平衡退火呀，可以增加载流子的浓度，但是效果有限。尽管观察到一些改进，但要实现这个超导性啊，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索额外的掺杂或者合适的导电线的界面效应啊。这是引言部分。那它这个引言部分啊，这里边提到一个词儿叫非平衡退火啊。那群里边朋友很多人也炸了锅了，说这东西是不是特别有效？实际上论文里边也提到了这个工艺的意义啊，确实是戴博士采用了这个非平衡退火的工艺，这个呢也是老金同志啊，金教授啊给戴博士讲的。那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增加样品中这个载流子的浓度，以期望啊，在这个铜掺杂磷灰石的系统中呢，出现更明显的这个所谓超导特征了啊。具体来说呢，这个非平衡退火呢，可以在这个高温氧气的这个气氛中啊，对样品进行退火处理，然后呢快速冷却，这样呢在样品中呢就引入了额外的就氧原子，增加了这个载流子数，所以文中就提到了这个非平衡退火这个方法。那当然了，这个论文的结果呢，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啊，还是记的啊，但是偏中性。毕竟呢没有明确观察到超导的效应啊，但是呢还是留了很大的余地，就这里边有一些很复杂的现象，到底是测量问题呢，还是有一些我们目前不太理解的这个机制呢？那我们看一下结论部分。本文利用水热法从羟基磷灰石前体合成了不同铜掺杂比的铅磷灰石，并进行了烧结。XRD 结果显示啊，随着铜含量的增加呀，焙烧前后样品的晶格的参数啊均呈减小的趋势。DFT 计算的晶格参数变化也与实验结果一致。对于烧结的磷灰石体系，在呈现抗磁性背景的样品中出现了一些有磁质特征的磁性项。对于负氧烧结体系
XRD 表明啊，晶格参数进一步减小，与 DFT 理论预测中的晶格收缩趋势一致。磁测结果呈现出顺磁性背景。脱氧退火后 ，XRD 显示晶格参数增加，类似于 DFT 预测的具有空穴性相的计算结果。样品显示出独特的磁质回线。同时呢 ，EPR 结果表明，非平衡退火样品中存在自由基载流子的明显增加，纯磷灰石并不表现金属性导电。负氧或贫氧烧结可以明显提高载流子的浓度，显示出一系列独特的磁性特征，但载流子数目仍然不足以使其成为超导体。如果可以利用适当的空穴型或电子型的导电相的界面，可能会推动更显著的超导特性的出现。那这个论文大家看了哈，它是导还是记啊？是吧？我觉得这个到目前为止啊，我各种语音版的论文啊，除了李世培啊他们自己的论文之外，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我就是说导了啊。除了那 Griffin 的论文里边，就最早的那一篇理论研究论文，其实也没有明确说啊就是导了，对吧？那我们这个论文啊，就是非常就是说很详细，但是它图表呢放到最后了，文字在前面，所以呢，看起来呢是有点不方便来回动，是吧？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幻灯片，我们在这幻灯片里边啊，完整的看一下。我把一些图表摘出来，包括戴博士给的一些东西，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啊。这个背景图啊，是我用DLE 啊合成的一张啊，其中还加了个滤镜，把手指这一部分呢加了给我加了个滤镜，这样的话呢整体模糊了，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吧。那这合成方法我们先说一下啊。那合成方法就是这篇论文的第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啊，它是采用这个铅啊加入这个铜的这个可溶性盐，然后呢加入了螯合剂，然后调节 pH 值到10，生成这个氧化物沉淀，然后呢加磷酸二氢钠自组装成这个前基铅磷灰石。一般来说呀，这个铅磷灰石掺杂都用这种方法，非常的简单。然后呢，它是高温焙烧，让这个羟基磷灰石呢脱这个氢氧根变成磷灰石。那样品6和样品7啊，后边啊是在500度 C 下泡压泡了24小时啊，它尽可能的非平衡。那么温度高了以后呢，会生成P63M 晶型的磷酸铅啊。之所以我刚才就是拍这个视频啊，是因为很多资料啊，我也同时顺手翻译了一下，就是我的幻灯片里边。这样的话呢，有的国外的朋友看的话呢，他们也能看到。那这里边提到一个就是乙醴酸啊，就这螯合剂啊，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呢？这个东西确实是就和 LQ9 里边是不太一样的。螯合剂呢，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有机化合物吧，它就是整合这个其他的这个金属离子啊，形成这种螯合物，是吧？比如说这个2个或者2个以上的这种电子共体的原子，比如像氮啊、氧、硫啊，能有一个金属离子呢形成2个和多个配位键的这种分子或者离子，就是整个金属离子啊包裹在这个配位基圈内啊，那么这就是这个螯合剂啊。那戴博士用这个呢，那么应该是据公开的论文里边啊，就是魔改也好，合成路线里边也好，这是第一个。实际上，在早期啊，在大概2个月前，戴博士在和那个毛妹交流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合成方法一部分呢就已经流出来了啊，就是绿豆糕的这个体系流出来了。那当然后来戴博士呢把这个B 站上的这个动态都删掉了，不过我有截屏基本上就是这个方法，但是这里边呢也有一些新的内容，是吧？那么就刚才说了，就是说铅啊加入这个铜的这种可溶性盐，再加入这个螯合剂，那么包括后边一系列的这个操作方法呢，是比较常规的这种磷灰石的合成方法。然后呢，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这个
泡氧啊、泡压，是吧？那么这两种方法呢，也是生成了两种独特的样品Simple 6和 Simple 7，那在后边呢也有介绍。不同的这个气氛啊，就是确实是最后的东西是差别比较大的。那么在氧和氩的这个气氛下呢，处理24小时，就是样品呢在不同的这种氧化还原条件下呢，达到了这个非平衡的这种状态。以研究这个氧气氛围对样品的影响，所以这比较标准的方法，而且原理也很清楚，操作也很简便。通过各种控制条件的这个参数就合成不同掺杂和组成的这种掺杂的这种样品吧，然后再研究它性质。所以呢，这个应该说这是在目前已有的这个合成论文里边，复现 LK99 里边，应该说是最独特的一种方法了。其他的呢，因为都是在按照 LK99 的方法来做，因为在过去的几十篇论文里边已经证明了，你按照 LK99 原始的论文来做，很有可能呢就得不出相应的结果来。所以戴博士呢就也算另辟蹊径。但是 LK99 原始的方法他也做了，后边也有数据那这里边呢有哪些不同的？刚才说了，我们说了这个原料是不同的，对吧？LK99 呢是氧化铅、硫酸铅、铜和磷的粉末，然后呢这个方法呢是铅和铜以及这个螯合剂还有磷酸二氢钠这些盐来做的。那合成这个过程也不同。LK99 呢是典型的这个3步合成，在原来论文里边大家都看得很明白，是吧？但是戴博士的论文它是应该说和 LK99 呢还是有明显不一样的。再一个就是反应条件不一样反应条件也不一样。LK99 呢是直接烧结戴博士的那个有比较复杂的这个其他的操作，论文里边都有，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那关键我们关心的是呢，到底它做出来的东西的这个 XRD 的这个参数到底怎么样？这就是呢根据戴博士论文里边的晶格常数我们整理的一个表那这个表呢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行呢就是标准的铅磷灰石，它的这个晶包的常数，它的晶格的常数。这个 A 是什么呢？大家知道，我们听过我这个节目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这个铅磷灰石这种体系里边六方晶系是吧？ A 呢就是六方晶系里边这个晶包的基面的边长，晶格的基面边长，它其实就是用它来描述这个六边形的大小。C 呢就是晶包的高度，就描述了这个六方棱柱的高度。那通过这个晶格常数 A 和 C 就可以确定这个六方晶包的大小和形状。不同的化合物或者同一化合物的不同合成方法得到的这个样品它的晶格常数 A 和 C 可能会略有差异。所以呢我们就是每一个研究 LK99 的这个或者是其他的超导样品的，它首先就要做这方面的测试。那这就是我们把磷灰石LK99 还有戴博士论文里边出现的这些数呢列成一张表。我也没有仔细检查，就是按照这个戴博士资料里边整理的，应该是没错的第一个呢就是铅磷灰石的，它的 A 呢是 9.865， C 呢是 7.431， LK99 呢是 9.843， C 呢是 7.428。 可以看到掺杂之后呢，按照 LK99 原始论文里边它的尺寸是都变小了。这是马普索的，马普索的呢它的这个 C 反而是大了，比铅磷灰石就是纯的晶体的那个所谓。这是印度的那篇论文，我印象中应该是11511是多少？印度这篇论文里边呢，它的参数呢是 9.852 7.437相对来说呢就比较接近 LK99 了。那真可爱呆里边呢，我们列了3个样品，一个是 9.847 一个 7.425一个是 Simple 6就是富氧的是 9.835。这个是 7.428， 你看这个和它这个 C 几乎是一样的。那 Simple 7呢是 9.867， C 是 7.460， 所以看出来这 Simple 6样品6和 LK99 是最接近的，应该算是这个应该是最接近的。
所以这个样品6里边也做了一个介绍啊，我们在这图里也可以能看到它的这个不同的样品，它的这个，所以家养呢看起来呢是能够提供更多的载流子啊。那么这里边呢，戴博士呢是根据兰州大学的这个论文的这个 DFT 的建议，兰州大学论文是在8月份就有了这很早的时候，那个戴博士就注意到这篇论文，我们也做过这个介绍专门做过一期，那一期很巧，就是兰州大学和印度的论文同时给大家做介绍，这个号码是这个 archive 的编号呢是2308.03218这个我会随后呢，这个在戴博士论文后边也有引用那么样品7就是泡氩的这个泡氩的这个里边呢，就是要去除体系中的部分氧那么这个晶格常数呢就大了一点，看到了吗？发生了轻微膨胀，它是7.46可以看到这个 CM6 呢是7.428， LQ9 标准的呢也是7.428，所以发现轻微膨胀了。实验结果那和这个理论模拟的总体是趋势一致的，但是数值呢是略有不同。这个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戴博士到现在为止他的这个合成的样品各方面几乎呢都复现了LQ99 的这个试图表达的一些内容就通过掺杂改变的晶格结构但是改变晶格结构的目的不是为了改而改，对吧？我们是为了得到特殊的这个磁学特征，这就是后边我们从论文里边摘出来的各个这个磁学性质曲线的这个比较这个图就看得很清楚就是9:1的这个摩尔比铅和铜是9:1嘛。那第一个图呢是戴博士的这个图，这个蓝色的线，中间呢是马普索的最右边这个是 LQ99 的这个专利申请里边的曲线，那下边这个是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这个我图打上这个那在2特斯拉的磁场下这个测试结果呢都是 0.004电磁单位每克，不同的研究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统一认为这就是铁磁性和抗磁性的叠加。其中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这个铁磁性呢可能更强但是它的整体信号比较弱。而这个曲线基本上也非常有代表性了，几乎所有的这个能够做到完整复现的基本上都是这个结果我们再看一下样品6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样品6因为它加了更多的氧，所以它的磁性测试呢就成了顺磁性嘛。所以这个样品和文教授的团队还是比较相似的，但是信号呢要弱一些。那问了戴博士的意思就是说加氧成了顺磁之后这个铁磁性好像还在里边但是这个铁磁性是非常微弱的这是论文里边摘出来的这个 CM6 的图表和文教授他们也有一个团队里边那个做的结果一个比较再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脱氧就是样品7的这个测试结果还是很有意思的。那么在样品7的这个测试里边这个曲线这我特意标出来的，这是我们说的那个11051，就前面说那个印度论文的它的这个抗磁性的曲线。这个曲线我们就是这个论文应该是正好和兰州大学论文是不是一次的？反正我单独介绍过这个论文。这个抗磁性目前来说呢，它是最强的。在 ET 的时候呢，大概是在负的 0.04 上下，就是抗磁性比较强。那戴博士呢用 PPMS 测了2遍似乎在 ET 的时候呢也是在 0.04 附近，但是这两个曲线的拐点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么右边这个图其实就是为什么不一样我问这个戴博士的一个情况。实际上呢就是他测试的时候这里边有一些细节我们看一下下个图这就是那个测试的设备上面这个小东西呢就是样品台。那么测试的时候呢，一般测试的时候这个它会定一个位置就是放到机器前会手动定个位置比如说35毫米，然后呢进到机器里边有一个这个信号扫描看看测到哪个点，然后按照机器给的这个点测就是这个反着的这个铁磁曲线。然后如果你手动强行的给你定个标准位置就是和印度人相似的这个曲线，就是右边这个曲线。但是这个曲线大家看到了吗？它好像和印度还不一样，它是有个双线有个回的一个线，是吧？这里边呢
就是这个机器啊，实际上它确实它会找的这个磁性比较强的位置啊，就是所以呢PPMS 自己识别这个信号强度最强的地方呢，是在这么个位置，它测出来曲线是中间的，而右边这个图呢是手动定下这个位置啊，所以这里边呢就有一个让人不太可理解的地方，就是手动的放的位置和机器它测到的这信号最强的地方不一样。这个在后边啊，我们也再说一遍，再介绍一下。但是这里边呢，就是戴博士重点就强调了这一点。这到底是样品的差异，比如说我们样品的不均匀性造成的，还是机器的差异，还是就是说测量中其他的比较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是吧？灵异的现象，那这里边呢就让人比较费解啊。这是这个论文里边啊，其实我也比较疑惑的一个地方啊。下边呢就是我们说 PPMS 的这个测量设备，这个测量设备啊，这家企业就Quantum Design 这家公司呢，大概占了市场占有率的50%以上啊，很巧，LK 这个99它的这个小公司啊，也叫这个量子什么什么，看来这个名是比较吸引人的。这个设备呢，就是几个组成部分，它的这个样品室，一个是样品台，一个是测量线圈，一个是温度控制系统啊，一个是测量系统啊，基本上各大科学院所用的啊，有钱的买的都是类似的这样的系统。那我们看下一篇。下边呢，就是我们继续讨论这个曲线。就这个曲线啊，就是很有意思哈。你看啊，中间这个图啊，实际上是我做了一个透明度的改变，我是试着把它覆盖到这个图上，它基本上重合的。这是什么图呢？这个戴博士不是说嘛，这个 PPMS 可能存在测量误差。后来呢，他们就使用这个 Squid 也进行了重新的测试。他们感到比较意外和不解的是呢，在10K 下测得的这个磁值回曲线啊，它的形状和前面测到的 PPMS 的结果呢是极为相似。所以如果考虑到在顺磁背景并着旋转这个曲线啊，那两者在 0.04 这个电磁单位克附近啊会出现转折，就把这个曲线转一下，大家看到了吗？这是我转的情况，因为我现在是 PPT 是播放的状态，我没法重合。我要拿掉的话呢，我能把这个曲线和右边这个图一放，会大家看到这个意思是重合的啊，就旋转了大概50多度吧，50多度，差不多不到60度左右的样子。这就是个很有意思的，就是 PPMS 和 Squid 测的不一样，然后呢 PPMS 旋转一下，它就能和这个重复。这也是这个结果里边让人比较觉得想明白的地方啊。我们再看下一个，下一个呢就更丰富了，这都是论文中的图片我截取的啊。这是在真开呆论文啊第6个图形 Figure 6啊，它给出的这个所有样品的这个初始的磁化曲线啊，那么包括去除背景后的就是抠掉后的曲线，有意思的是呢，300K 啊和10K 抠出背景后的曲线是非常相似的，而且300K 下的测试啊，似乎呢没有测量出抗磁性，这可能是，有可能是样品啊因为不纯净的原因，或者是怎么样，这个还确实是需要进一步的验证。而这里边呢，其实就是在论文的结尾里边也说到了这个情况，那这个曲线呢，就是后边其实这类曲线啊，在超导论文里边都有。我们比如说看，这是迪亚兹撤稿那个论文，就是被文教授锤的那个论文这是他的那个曲线。大家看到这个上面这个是什么了吗？上面这个紫的就是室温下的，看到了吗？这是室温下的 275K 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戴博士的这个 300K 的这个，看到了吧？还有意思啊。我们再看继续分析的这个比较奇怪的这个抠背景之后的这个曲线啊。那去除背景之后啊，这个 PPMS 啊和 Squid 它的这个图像的这个比较啊，
Squid 测试啊，它是更灵敏的，应该是啊，就是这种超导的这种量子干涉仪是吧？那么它这么一个简称啊，它是非常灵敏的这种磁通的传感器，可以测量特别微弱的信号，它的灵敏度啊可以达到10的负15次方特斯拉啊，所以呢，在这个曲线里边也可以看到，这是 PBMS 啊扣除背底后的这个曲线啊，这么个形状。那这是 Squid 扣除背底后的这个起始的磁化曲线，这个在前面图片里边也看到了。所以数值呢是基本一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呢这个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这种问题呢可能还有待以后的继续研究啊。下边这张图啊，那个戴博士呢特意把这个马普索的数据也标到这个初始这个曲线里边了，做个比较。那戴博士说呢，第一次和第3次啊是前面说那个机器自动定位测的，就是机器自动找到这个样品的这个最强磁性的地方测的，它位置啊比手动定位样品就是正中间35毫米上下呢能差个 0.1 到 0.2 毫米，所以初始的磁化曲线呢还是很奇怪的。所以这里边呢，到底是样品的这个一些特殊性质，还是测试的问题呢？还确实有待后边啊持续的研究啊。所以这篇论文呢，我们讲啊，前面结果里边它其实没有给一个确定的结果呢，实际上还是有一些疑问的啊。这把这个样品的1、2、3、4、5、6、7啊，包括这个样品7的这个第1次、第2次、第3次测的都列出来了。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说的第1次和第3次是机器自动定位测的啊，就是这根这个红的线和这根带这个方的这个曲线，就下边这根啊，我这个鼠标呢可能看的不是很清啊，这是一个额外的标注啊。我们再看下边这个。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叫顺磁麦斯纳啊，这个我和戴博士沟通的时候啊，他说呢，金老师啊，就金教授告诉他一个文献，这个文献呢，我按照他的这个标题也搜到了，这个文献呢，其实就是金教授在日本筑波大学的时候，应该是读博士期间的一篇论文吧，它是一个顺磁麦斯纳的超导的研究，这个研究啊。很有意思，大家知道这个麦斯纳不都讲抗磁吗？他的这篇论文里边啊，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这个论文。这是这个金教授啊，就金先卓，他我觉得应该是他上博士的时候的论文。你看，这不是筑波吗？是吧？那么这里边呢，他就提到了顺磁麦斯纳现象研究。而且这个顺磁麦斯纳呀，还不是他一个人在研究，我也搜了一下，在这 archive 上，确实是有不同的人也都在研究这个顺磁麦斯纳啊这种现象，所以这种东西呢，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啊，但是看起来呢，金教授给的这个文献啊，都讲了这个顺磁麦斯纳啊，那么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样的？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戴博士啊，他测的曲线里边有一个。可能金老师认为啊，可能就是顺磁麦斯纳，不一定是测错了啊。这个右边这个长的图啊，就是我们从金教授的那个论文里边截取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曲线，就右上角这个曲线是不是和戴博士这个曲线非常像啊？这个所谓顺磁麦斯纳呀，我也看了一下这个金教授的论文，它就是指啊，在外加磁场的作用下，这个低温的这个超导样品啊，表现出顺磁性特征，而不是通常意义超导应该有的这个抗磁性。所以这个文中啊，就特别提到这种效应。之前啊，在高温超导体和这个其他的超导体里边也有报道。所以呢，这个顺磁麦斯纳效应呢，就是指超导体啊，在这个低温的这个磁场的这个条件下呢，异常的表现出顺磁性来，它和这个超导的抗磁性本质特性它是相违背的。所以这里边呢，就是一个我感觉这个金教授研究的都是有点这个偏门的东西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戴博士论文里边的这个图和他的这个图还是比较像的，是不是啊？还是比较像的。所以你要解释来说呢，好像也只能用金教授他的论文里边这个顺磁麦斯纳来解释。有意思啊。那么看这个图，这个图呢就比较突出了啊，就是 Figure 8，就图8，就是在戴博士论文里边是
最多的一个图啊，它展示了就是不同合成样品啊，在它的这个磁化曲线，其中 A 和 B 啊就是所谓真空管退火啊，那么出现的结果就是出现了铅的这个析出啊，所以在这个 C 测电阻的时候里边呢，这铅在 8K 附近不是有一个跳变嘛，所以这个图呢就体现出了铅析出之后的这个跳变。那 D、E、F 呢就是按照 2K99 原始团队的配方合成处理的样品，那么在10K 和300K 下都可以看到初始的磁化曲线啊，在低磁场处啊向负值转变的这么一个异常的现象。我们再看这个下一个图，那这是论文里边比较靠后的一个图了。那这个图里边呢是按照 LK99 原配方做出来的这个样品曲线，不过呢是在空气中高温氧化了一下。那金教授他说这个方呢是比较有效的，那么200以内的磁场呢是向下跳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么这是金教授说的这个退火方式啊，这个戴博士特意给我讲过这个事儿。论文里边也说了啊。我们再看下一个。我们看一下结论啊，那么结论部分呢，就是论文的结论也前面也给大家念了啊，就是成功的合成了不同掺杂比的这个铅磷灰石样品，掺杂呢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抗磁性的结果呀和其他团队相比呢，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整体上还是比较弱的。再一个呢，就是氧化退火呢可以使样品转变为顺磁性，但是这种效应啊有时效性，不是很稳定。那么脱氧退火之后啊，抗磁性增强，基本和印度团队的水平相当，但是样品的磁性数据啊比较复杂，出现了一些就前面我们说的那个测量的异常现象，这具体的机制和原因啊还不清楚啊，这是对我们之前念的那个结论我们做的一个补充啊。那现在呢问题来了，就这里边我们看论文也好啊，包括郑开台博士论文里边提到的一些问题，怎么解释？比如说，就是我们说的PBMS 和 SQUID 测的结果不一样，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是吧？那么一个可能呢，就是信号比较弱，实际测量呢，是在10⁻⁴到10⁻⁵次方电磁单位这个范围内，导致这个测试结果出现误差和滞后。第二个呢是存在1维或者2维的这个铁磁性，那铁磁性区域它偏离了测试点，导致的反向震荡第三个呢，可能就是样品的磁化干扰的实验了结果测试了，就是说得到了各种未知的就是说不叫玄幻吧，各种我们不知道的反正东西。当然，比如说晶体它的缺陷引起的这种短程磁有序也有可能再一个呢，就是不能排除极为罕见的这个超导性的存在的可能性，以及超导性和铁磁性的这个潜在共存的可能性。那么展望一下就是说从论文里边包括戴博士私下我们沟通他讲的我感觉呢，就是建立这个稳定的点核载流子可能在未来的研究中会发挥关键作用。并且呢 ，LK99在原始配方里边也指出硫酸盐和硫可能是掺杂铅磷灰石的重要因素。那这个因素现在被大家用来锤他们来了。现在看来起来只用硫化亚铜想把 LK99锤死还是比较难的。那实际上戴博士的研究就觉得它是硫酸盐和硫可能还有别的作用，可能不仅仅是硫化亚铜的相变，也可能有别的原因。那第三个呢，就是原始公式的这个合成表现出不稳定性使得当前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合成工作都无法再现。那么这个在这个铅羟基磷灰石的背景下铜和硫掺杂的量化仍然不确定。那么消除杂质的干扰，尽可能的多的合成单晶，应该是一种科学的实验方法。再一个呢，就是不能排除铁磁性和1维超导路径在室温下共存的可能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使用4探针法测量1维超导电阻的这个能力你就可能有问题了。所以就对未来的这个测试，假如里边真有这个所谓的1维超导，你怎么测出来的，对吧？如果测不出 LK99 有超导，能不能找个导体和它所以混合成这个等效电路，能否来测热电阻那在整个论文来说戴博士的论文呢是研究了这个
铜掺杂前灵灰石的这个特性啊，不同位置不同的这个气氛下但是它没有否定 LK99 潜在的这种室温超导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们对戴博士论文的一个解读。那从前到后这个很多东西呢，实际上在这个戴博士的解释下包括我看一些其他的文献下呢，大致做了一个介绍。当然这里边可能我说的东西错误很多。那当然郑开戴博士论文里边他自己认为可能比如会存在数据测试的错误或者是误差或者其他的因素都有可能。所以呢应该说是我们希望这篇论文呢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是吧？你看看在中科院的语音版里边，那这篇论文恐怕在今天的下载这个次数里边一会儿我再看看，应该是比较领先的了。如果是发到 archive 上，应该也是比较领先的，但是 archive 不争气嘛，它发的太慢了，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弃了这就是关于郑开戴博士的这个室温超导论文的这么一个解读那当然了，这远远没有结束这个我们 wait and see 吧。好的，今天的这个论文解读和大家聊到这儿。至于和戴博士的连线呢，还要看他的时间刚才在录视频之前跟他说他骑自行车去了，我们看看今天有没有时间，没时间的话改天也行好的，再会，拜拜。